我的确很不喜欢被人家叫台湾之光。一道光的发生之前，一定有很多的前置作业。我在乎的不是那一道光，我在乎的是之前的各种黑暗的时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思宏，我是来自台湾彰化永靖的一位作家。我1976年出生嘛，台湾还在戒严的状态。戒严就是个很父权的系统，男生如果留长头发的话，他是会被抓进去警察局去强迫剪掉头发的。女生的头发太短也会受到关切。在当时没有网络这件东西，然后我们家里也没有电视，所以其实小时候我对自己的性向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，我找不到一个对应的一个窗口可以把我自己放进去。对于生命的或者是对于性向的各种的问号都没有任何的解答。当年的确读了白先勇老师的《孽子》，因为它里面写的那个空间、那个世界，其实是一个很台北、很城市的一个空间。我对于台北有很大的向往，在小小那个心灵似乎就理解说，永靖这个地方，它没有办法满足我，必须要离开。文学作品对我来讲，就是打开很多窗口，给我很多期待，告诉我说，OK， 你只要撑过这一段以后，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可以去很远的地方。伪地方里面的陈天侯，他的名字跟我只差一个字，他的成长背景也是永靖。我的成长背景也是永靖，他是家里的老幺，我也是家里的老幺。他是男同志，我也是男同志。后来搬到德国柏林，我也搬到德国柏林，所以我们的确有很多重叠的地方。但是他不是我，我不是他，他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他是一个小说里面的角色。我觉得我笔下里面创造的每一个角色都跟我有关系，因为我必须要从我的身体跟我的心灵出发，我才能够形塑他们的样子。我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位男同志作家，那难道我只能写台湾彰化乡下的男同志题材吗？Cultural appropriation 这件事情已经扩张到一个很多作家会先自我审查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大家不太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界限的地步，因为我有7个姐姐，你知道还有一个妈妈。所以我小时候根本就是有8个女人在管我那样，所以我的确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观察女人，所以很多时候的确对我来讲写女人，很多时候甚至比写男同志还顺手。性别的光谱上，我觉得就是女性在一个父权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值得书写的。我有没有所谓的性别挪用或文化挪用，或者甚至是文化吸血虫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留待批评家来检视。作家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，我们的性别意识来到什么地方，你要有办法有那个追赶一下此刻的性别的运动跑到什么地步那样。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，能够来到这个南方的省份。的确，我以前在德国打过很多奇怪的工，可是都很好玩。台湾是不可能允许你的户头里面出现负数，0就是0了嘛，对。可是就是我不知道在德国原来它是有一个容许的范围，可以让你付多少。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贵贱这种区分，你需要钱就去赚钱，所以我也不会因为说我是一个堂堂的什么高知识分子，我就不肯做什么。1个礼拜我会去 audition 好几次，就一直去 audition， 想要演更多的戏，发现那对我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讲很多的帮助，因为你就会走出你原来的舒适圈，去认识很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。我的确很不喜欢被人家叫台湾之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小到大就在一个父权体制里面，就会被教导说你就要光耀门楣。可是每一道光的发生之前，一定有很多的前置作业。我在乎的不是那一道光，我在乎的是之前的各种黑暗的时刻，他跌倒的时刻，他受苦的时刻。我很幸运的是，我就经历过的台湾的戒严跟解严，然后甚至我经历过了90年代的台湾很重要的女性运动，然后到后来同志婚姻平权的运动，有抵达一个重要的自由的里程碑。所以此刻的我必须说，我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作家，
因为台湾经过了这么多挣扎以及奋斗，以书写者的角度来讲，我从来不会担心，我必须要自我审查。事实上，我因为来自自由的国家，所以我可以大方的、自由的、尽情的说我国家的坏话。觉得这是一个最舒服的创作的姿态。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由的书写者。